玲玲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林爸，我爸现在需要休息。知道。玲玲，先出去一会儿啊，爸爸可以。爸。哎，玲玲，你先。杨老板你好，我是禁毒大队大队长刘凯华，茶厂事件需要向您了解些情况。本次询问全程录音录像，请您如实回答。茶厂起火的时候，您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包装车间附近？我收拾完茶室，正准备休息了，可是觉得心里不踏实，就到处走一走，就走到了后山。您看到了什么？包装车间里人进人出的，好像有人在干活。什么人可以在夜间进出茶厂？只有茶厂的工人。我们抓捕了现场的嫌疑人，发现没有一个人是茶厂的工人。您觉不觉得茶厂内部有人跟毒贩勾结？如果有，您怀疑是谁？我一定仔细的去查，找到之后，尽快把这个人交给你们。事情既然发生了，那就想办法解决，和气生财嘛，没必要把事情搞大的。周老板，他们的计划你早就知道了。老板，东哥的货到齐了，已经分给下家，现在准备开始卖了。好的，你什么意思？纯姐，初次合作，你就带石灰粉来，你什么意思？预谋放火，把孟卡点给警方。K 的这份见面礼我收下了。消息挺灵通啊，这孟卡在警方有内线，还是我手下有你的走狗？杨老板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您不要介意，但是我必须得问。毒品交易放在茶厂这事儿，您事先知情吗？副队长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他们为什么把这件事情要放到我的茶厂里？林德赞，别老背对着我，转过来，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。杨老板，没别的意思，正常询问，您只要告诉我知道还是不知道。是不是因为我找人到蒙卡替你打听过吴振峰的消息，他们就给了我一个警告，或者说，也是给你林德赞的一个警告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爸他失去的不够多吗？现在茶厂再给他烧掉，你让他怎么活啊？梅阳，相信我们，一定会有一个交代。我们会把事情查清楚。
息。他就是刘凯华。对。他有个外甥叫江来。琼姐，给个面子嘞。我只是个商人，你们3年来第一次合作，难免彼此之间会产生不安心，但我相信，下一次东哥不会这么不给面子的。只要我还在，孟卡的货甭想进香港。别把我当傻子。3年前的事儿，我后来查了，吴刚不是这行的。点我爸干什么？吴刚不是孟卡的人，你恐怕是问错人了吧？问没问错人，你心里最清楚。要不，去问问你们于总。去查查账啊，没什么问题，你也回去了。不过再提醒你一次，不要因为你们的恩怨，耽误我挣钱。老卓，只要有 K 的货，不用担心赚钱的事儿。大哥，能看清这个人是谁？光线太暗了，没有办法分辨。这是李守贵跟狗剩烧毁的手机。对，我恢复了这2个手机的数据，发现最近一段时间，狗剩和李守贵都频繁的和同一个号码通话。你看啊，就是这个号码。但这是个临时号码，已经被注销了，没有办法查到用户的身份信息。等等，这个时间应该是咖啡馆发现马骨的那天。当时吴志峰跟我在一起，他没有机会跟狗剩打电话。李守贵跟狗剩的死因基本可以断定为窒息和重度烧伤。另外，2人身上皆有多处刀伤和骨折的痕迹，可以判断死前经历过一番搏斗。我们在茶厂的包装车间发现了一些这样的棉布条，通过对棉布条上面的物质进行检验，发现这些棉布条都被人事先用柴油浸泡过。也就是说，茶厂事件是有人提前准备好，故意纵火。我仔细检查过包装车间，如果不是有人提前准备，不可能短时间内产生这么大的火势。陈宇，看什么呢？茶厂的取证录像。快看看有没有他们提前交柴油扔布条。什么意思啊？
你说故意纵火？对。一点儿都没拍到。不应该啊！不应该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。陈宇，他是帮助我们。我审问江磊的时候，提到吴振峰跟何家树时，他都有明显的紧张。我怀疑何家树指认江磊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而江磊跟吴振峰的关系，肯定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。万总，阿坤来了。让他进来。好。万叔，万叔，这次的事儿，你生气，我能理解。但东哥针对的是孟卡，也请万叔可以理解。他一开始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的人都在去接货的路上了，去早了怎么办？被查了怎么办？你告诉我。东哥不信任你。东哥不信任我，他凭什么不信任我？3年了，我有跟孟卡联络过吗？我老实告诉你，陈宇马上就要查到这儿了。但凡我对你跟郝东有一点歪心思，我用得着去找孟卡吗？3年前一起策划杀吴刚的人是你，吴刚翻进开车的是你。五一广场杀杜三的人还是你，你说是不是？是不是你？吵什么呢？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你们刚才聊什么？这儿没你的事儿，上楼去。阿坤，你告诉我，我爸刚才跟你说什么呢？在聊什么呢？我说没你的事儿。我不上楼去。我不要。他是杀人犯呐！他回国之前就杀人，在国内还又杀人，你愿意跟他好吗？你杀没杀过人？你杀没杀过人？那又怎样？万华达，别太过分。在我看来，茶厂事件原本应该是一场交易，是吴振峰在陈宇那儿发现了蛛丝马迹，提前将毒品调换成石灰粉。当然，关于交易的另一方还是有一些疑点，但我相信我对吴振峰的判断，而且他在审讯时候的状态也正好印证了我对他的猜想。等不了了。报告，进来。林局，啊，有事吗？
刘队，我想向您报告，我怀疑江磊。你有证据吗？冷风已经在茶厂检验出了放置棉布、泼洒柴油等预谋纵火的痕迹，在江磊的取证录像里，完全看不到这些内容。我怀疑，他可能是不想让警方看到这些过程。而在吴振峰拿出石灰粉的时候，江磊的取证录像里有长达1分23秒的时间是对向无关的角度的。我猜测，他是在跟人通电话，也许是发现假货之后，再询问 K 组织头目的意见。陈宇，这些只能是你的猜测吧？是。但如果我的猜测是对的话，那么整个茶厂的事件就是一次黑吃黑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松开我！不要过去！快！文叔，你应该也知道，东哥这次回来，不仅是为了生意，也是为了给他父亲报仇。东哥回国之前，你跟孟可的关系不浅吧？东哥的父亲李林凡的死，孟可那边一点承诺没给过你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比如，李林凡死后，云河的生意就都是你的了，从分包运输再到销售，几条路，万和达一个人说了算。阿坤，阿坤，3年前，准确的说是李林凡死前，你去过孟可，对吗？而就在李林凡死的当天，你原本是要去派人给他送货的，但是很巧，那天你公司所有的司机全都放了假，所以文叔，我们这次想做掉孟可，东哥能告诉你吗？告诉你的这些话，告诉好多吗？我爱萌萌，而你是他父亲。东哥快回来了，
想好你对他的态度，别像今天这样。我最担心的也是这个。滚！阿坤，你给我回来！爸爸，我不是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。 不要不知好歹！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，你要想清楚。我可以爱你啊，但是我也可以废了你。 进入。关于江磊的行为，我来给你一个解释，因为都是我教他的，是我告诉他安全第一，取证第二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千万不要逞强。你刚才说的第一点，江磊没有拍摄到他们泼洒柴油的过程。 那是因为他刚刚混进毒贩的交易现场，取证设备也是我刚刚给他，他需要有一个熟悉、调节的过程，还要避开所有人的目光。如果他冒险跟预谋纵火的人在一起，甚至企图拍摄他们泼洒柴油的过程，一旦被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说的第二点，发现吴振峰带的假货，他没有拍下所有人的反应，请你仔细想一想。 毒贩发现交易有诈，第一反应会是什么？他们会不会发生打斗死伤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江磊还要不惜被误伤、被发现，继续拍摄他们打斗的过程吗？我认为江磊的行为是正常求生反应，他感觉到了危险，先找个安全的角落躲起来。 等待了1分多钟，他想起来自己还有配合禁毒大队的责任，所以又返回现场，继续悄悄地拍摄。江磊不是毒贩，不需要戴罪立功，也没有任何毒品交易的经验，第一次带着任务进入到这种场合，他会害怕的。他冒着生命危险支持我们，纯粹是出于对我们禁毒大队的帮助和支持。 他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成功，能够将毒贩人赃俱获。如果不是你陈宇对吴振峰错误的判断和盲目的信任，陈宇，你应该庆幸江磊这次没有出事。 你对吴振峰的信任促使他没有走真毒。3年前你曾犯过的错误，现在又犯。这个不需要反省了。刘远，你干嘛去了？陈宇，吴振峰，抬起头来。边境线送你的这个人是谁？是孟卡的人吗？你昨晚干嘛去了？昨天晚上
我去了趟华灵镇，你今天晚上有事？如果你是为了复仇而涉毒，我希望你说的钱，也许还能回到我。不管我是不是恶徒，我可以保证，如果我跟毒贩有任何接触，只要我找到实质性的证据，我就会第一时间动手。我知道你想复仇，但你很危险，因为你会越来越极端。他从孟卡来，是想通过东哥的路走货。吴振锋贩毒，他是孟卡来的。如果他来了，说明你没问题；如果他没来，或者今天的交易出现了问题，你想想该怎么解释？你对吴振锋的信任促使他没有走真途。陈宇，你应该庆幸将来这次没有出事。他甚至是有私心，他甚至想利用我们警方，别被他蒙蔽了。我那么信任他，我那么信任他，他利用我。3年前我就犯了同样的错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再犯？我说了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我是个警察，我连杨叔都保护不了。
我帮你查吴振峰。我爸在孟卡待过，他能打听到消息。不行，你爸查查，他刚刚……那就我来，我也能帮你查。不可以，你不能再被掺和进来了，太危险了。早在20年前，我已经被卷进来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知道！放开我！弄死你！我多希望当时爸爸能在家，多希望我可以保护妈妈。可是我做不到。玲玲，我是爸爸，出来，把手给爸爸，快出来，孩子。去找林德赞。我不要，爸爸，我不要。看着我的眼睛，给我重复一遍，到哪里找谁？原路，林德赞。陈宇，3年前的事和这次吴正峰对你的背叛，是你的心结；20年前的事是我的心结，也是我和我爸之间跨不过去的那道坎儿。你只有将吴正峰抓住，你的心结才会打开。而我只有抓住那些毒贩，我和我爸才可以和解，对吗？小陈，门开着，做好记录。跟我说说交易现场的石灰粉到底怎么回事？是谁把货换了？什么时候调的包？这么短的时间，把货换成石灰粉，他们应该事先早有准备。好，重点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布控了？鬼手死了，你有没有看见过一个人
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烧死。如果没有你，他能在戒毒所待多久？躲一辈子？有些错是不能犯的，沾上了毒就会付出代价，也许是健康、财富，也可能是家人的安危，甚至是自己的生命。那我爸呢？他活该一辈子背负毒贩的骂名。你别忘了，3年前最后一通电话，他打给你的。这3年来，你们警察查到什么了？你父亲的案子，我们一直在查。3年了，你父亲的案子，到现在都没有查清楚，就是因为你根本不信任我们。你有信任过我吗？我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把茶厂的事情告诉过你？你们有人转眼就把它卖给孟卡，孟卡坏了货，我差点就死在茶厂里头。你们警察内部有问题，你有查过吗？我一定会查清楚，给你一个交代。舅，给你带了一条毯子，床台样，垫在下边。给你带了一箱维动力，吃完饭记得喝它，拿进去分给同事的人，要跟大家和谐相处，千万别逞能，里边不比外边。舅，我又不是第一次进来，遇多多，能一样吗？你以前进的是派出所，这是看守所，你知道里面都关的什么人吗？你也别太紧张，再坚持几天。辛苦了。万萌萌，你认识他？几年前我爸过生日，万和达带他来过茶厂，算是有过一面之缘。小张之前在很多家店工作过，认识的人3教9流都有，应该可以打听到点什么。这样，万萌萌的事你交给我，我帮你找他。本来万乐通公司的资料是最有力的突破口，可惜全烧了。他这个资料就没有电子版吗？万和达说，他们之前是小公司，没有电子记录，全靠手写。他在骗你。现在无论大小公司都是数字化办公，就连我这个小咖啡厅都用的是电子版资料，更何况万路通是云和的大企业，怎么可能没有电子版备份呢？如果万和达刻意隐瞒，说明你们资料一定有问题。风之后吹来无尽的风，天之上还是空空天空，脚下路步步沿着初衷，伤和痛是赋予我的
光荣。这故事哪怕无人传颂，热血热时刻为你汹涌。总有人和平岁月沉重，突围时燃烧烈火熊熊。谁能看清楚我的背负？唯一的出路是没有退路，牙关紧咬住，为你守护。心深处，时光如故人如初，人千难万阻，纵身飞渡，以天地为度，以天涯为途。聪明心刻骨，脱胎换骨，不会哭，也绝不追问一生。加入。谁能看清楚我的背负？唯一的出路是没有退路，牙关紧咬住，为你守护。心深处，时光如故人如初，人千难万阻，纵身飞渡，以天地为度，以天涯为途。聪明心刻骨，脱胎换骨，不会哭，也绝不追问一生。加入。